茶歇中文第74集：上海人的早餐。朋友们好，欢迎你收听新一集的茶歇中文，我是 Nathan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，欢迎。在这里，我们用简单的中文聊有意思的话题。在前几集节目里面，我跟大家说过，我现在放假了，身边不少中国朋友都回国了，而我会在法国度过夏天。现在是8月，可是巴黎一点都不热，而是经常下雨。比如今天，外面就淅淅沥沥的下着雨。淅淅沥沥是一个描写下雨天的词语。有时我们在家，但是能听见外面下雨了，不是吗？如果外面的雨不大，是小雨，你就会听见淅淅沥沥的声音。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雨，意思是说外面下着小雨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，那就是上海人的早餐。早餐或者早饭是一个人一天吃的第一顿饭。以前的上海人早餐吃什么？现在的上海人早餐吃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人们把吃饭看作最重要的事情，吃饭是人们最重要的事情。中国有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，四川有川菜，广东有粤菜，新疆有新疆菜，在上海我们有上海菜。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上海菜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吃过上海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海菜不是中国最好吃的菜。在播客的第20集里，我跟大家介绍过各种各样的中国菜，我也介绍了上海菜，大家可以去听听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上海人的早饭。第一个问题，上海人在哪里吃早饭？他们是在家里吃早饭，还是在外面吃？答案是在外面吃。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，人们出门吃早饭。以前的上海人住在弄堂里面。什么是弄堂？今天来到上海的市中心，你还会看见一些人住在弄堂里面。走在路上，你会看见路边有一个小门，小门里面是一条很窄的路，这条很窄的路的两边是2排房子，以前的上海人就住在里面。我们把这样的地方叫做弄堂。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，
上海依然拥有大大小小的弄堂9000多条，20多万幢石库门建筑，65%的人口居住在这一上海特有的住宅形式中。弄堂很小，经常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，于是人们就出门吃早饭。在弄堂的外面，经常会有小的早餐铺子。铺子就是一个很小的商店，或者一个很小的吃饭的地方。后来，人们都住在高楼里，不过早饭还是要到外面吃的。小的早餐铺子也变成了小餐馆、小饭店。这些小餐馆早上卖早饭，下午和晚上卖主食。小时候，我家住在上海的郊区，一个叫宝山的地方。早上，我跟父母一起出门，吃完早饭，他们送我去上学。我们去的最多的是2个餐馆，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，一个叫新雅大包，另一个叫小绍兴。这2个餐馆离得非常近，里面都是卖传统的上海早餐。现在我就来说说上海的早餐具体是吃些什么。上海人说，早餐有4大金刚，4个 King Kong。这里的金刚不是美国电影里面的那个大猩猩。金刚是一个中文的单词，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，一个战士，一个 warrior。上海人早饭吃4大金刚，意思是说有4个最重要的食物，上海人吃早饭不能没有这4个食物。它们是什么呢？它们是油条、豆浆、粢饭和大饼。我想请你去网上找找这些食物的照片，因为在节目里我很难用文字告诉你这些食物的样子。不过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去上海的早餐铺子吃饭，最简单的搭配是吃油条，喝豆浆。油条就是一个油炸的面粉条，油炸之后，这个面粉条是金黄色的，很好看。吃的时候，外面是脆脆的，里面是软软的。有时我们在油条上撒白糖，吃甜的油条。有时我们蘸黑色的甜酱。豆浆呢，是 soy milk， 这是用黄豆做成的热的饮料。当然，夏天也有冰豆浆。喝豆浆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加糖。如果不加糖的话，
豆浆是没有味道的，所以我喜欢加糖。把油条放在豆浆里，蘸一下，然后吃油条，味道很好。2根油条，1碗豆浆，就是最简单的上海早餐。我小的时候，新雅大包这家餐馆的油条和豆浆是最好的。除了油条，你还可以点粢饭，我们也说粢饭团。粢饭团是什么？粢饭团就是用糯米 glutinous rice 来包一根油条。听起来有点好笑，但是就是这样。粢饭团的外面是一圈糯米，里面是半根油条。除了油条，一般还有别的配菜，比如说肉松 meat floss， 还有榨菜 pickled mustard。吃一口粢饭团，有糯米，有油条，有肉松，有榨菜，很多味道在一起，非常好吃。小时候，新雅大包的粢饭也是最好吃的。要注意，有时候人们提到粢饭，指的是粢饭糕。粢饭糕和粢饭团是2个东西。粢饭糕是一块方方正正的油炸的糯米，上面不加别的东西。我刚才去网上查了一下，有的网站说上海人的4大金刚之一是粢饭团，有的说是粢饭糕。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，粢饭团比粢饭糕好吃多了。4大金刚的最后一个就是大饼。其实大饼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，上海的大饼和别的地方其实差不多。我们有甜的大饼，有咸的大饼。比起北方的大饼，上海的大饼要小一些。在小绍兴餐厅里能吃到正宗的上海大饼。油条、豆浆、粢饭、大饼，这些就是上海人的4大金刚。其实上海人吃早饭还有别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还吃生煎包。生煎包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肉包子，外面是面粉的皮，里面是猪肉。不过生煎包不是普通的肉包子，它的面粉皮是煎过的，所以上面是软的，下面是硬的，是黑色的。面粉皮上还要撒芝麻 sesame， 里面也不只是猪肉，还有汤汁。吃生煎包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要先咬破面粉皮，喝里面的汤汁，然后再吃肉，不然汤汁很容易飞溅出来，
到你的衣服上。生煎包是一个点心，一天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吃。也许因为这个原因，生煎包没有进入上海人早饭的4大金刚。在上海吃早餐，除了4大金刚，生煎也是标配，一两有4个，而且皮薄底脆。重点是吃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，不要太心急，因为里头的汤汁非常的多。除了生煎包，上海人早饭还吃别的东西。我会在 Patreon 上继续跟大家分享，欢迎大家在 Patreon 上支持我们。学生时代，我经常跟家人一起去上海餐厅吃早饭。新雅大包和小绍兴这2家餐厅，今天还在吗？自从上大学之后，我们家就搬到了上海的市中心，我几乎再也没有回过宝山。我的家人告诉我说，新雅大包已经关门了。小绍兴呢？小绍兴被卖给了另一个餐厅公司。今天在上海还是能看到小绍兴，里面还是做上海菜。我自己也吃过几次，不过味道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今天在上海还能找到正宗的上海早餐吗？还是有的，只是越来越少了。有时候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开了几十年的早餐铺子，在那里你还是可以找到正宗的4大金刚。这些老餐馆一般都是网红餐厅。什么是网红餐厅？网红餐厅就是那些在网上变得很有名的餐厅。比如说，有人去了一家很小的、很普通的餐厅，突然发现这里的菜很好吃，于是他就在社交软件上推荐这家餐厅。别人去了，如果也觉得好吃，他们就会推荐给更多人。很快，这个原来普普通通的餐厅就会变成网红餐厅。如果你来上海，在手机上找网红餐厅，应该可以找到好吃的上海菜，好吃的上海早餐。也许有的小餐厅的菜也很好吃，但是还没有被别人发现，这就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寻找了。为什么正宗的上海早餐越来越少了呢？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餐厅很难传给下一代。有的餐厅已经开了几十年，但是后来关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开餐厅不是一个很赚钱的生意，而且非常辛苦。如果是开早餐铺子，厨师常常需要早上4点、5点就开始准备。开餐厅的父母不希望孩子以后跟自己一样辛苦，所以不希望孩子接手餐厅。父母希望孩子好好读书，上好的大学，以后找好的工作。
同时他们也不想把餐厅卖给别人，一般也很少有人买。后来这样的老餐厅就慢慢消失了。第二，人们有更多的早餐的选择。刚才说过，正宗的上海餐厅越来越少，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上海开餐厅。外地人就是来自中国别的地方的人。上海人觉得开餐厅不赚钱，但是不少外地人觉得赚钱，他们愿意来开餐厅。有时他们也学习做上海菜，但是味道不正宗。有时他们直接把自己老家的菜带过来。每年来上海读书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，人们不一定都喜欢上海的早餐，于是大家就去别的地方吃早饭了。上海传统的早餐铺子自然越来越少。第三， McDonald's 和 KFC 也开始做中国菜。今天，如果你早上去上海的 McDonald's 或者 KFC， 你也会看见油条、豆浆，还有别的中国菜。非常奇怪，不是吗？这些美国来的餐厅为什么开始做中国菜了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美国的餐厅了。McDonald's 和 KFC 在中国的 franchise， 在中国的特许经营权，都已经被中国公司买下来了。其中 KFC 是马云买下来的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中国菜。这样一来，去普通的早餐铺子的人就更少了。我感到很幸运，我小的时候还能吃到正宗的传统的上海早餐。今天在上海长大的孩子，大概就很少会有油条、豆浆的记忆了吧？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上海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上海，上海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城市，自己的文化就越来越淡了。但是我也不是说今天已经吃不到正宗的上海菜，那些老的餐馆、老的早餐铺子还是有的。听节目的朋友，如果去上海读书或者工作的话，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好吃的上海菜。如果找到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节目的原文我会放在网站上，我也会在 Patreon 上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吃的上海早餐。今天我给你的问题是，在你的国家，人们早饭在家里吃还是在外面吃？大家一般早饭吃什么呢？欢迎你在 YouTube 上找到这一集节目，然后在下面评论。
那么今天的茶歇中文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我是 Nathan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This is a Tea Time Chinese production. We want to make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prehensible for everyone. If you find our podcast useful, please give us a 5-star rating on Spotify or Apple Podcast. Find out more at teatimechinese.com.